公司附近开了一家水果店，店长是老乡，所以我经常光顾。今天下班去买水果，想切半个西瓜，老板说太晚了，剩下半个不好卖。我表示理解，二话不说买了一整个。然而我刚出门，就看到一个顾客拎着半个西瓜从店里走了出来，我忍不住上去问这半个西瓜是怎么买的，对方却一脸疑惑：不就是现挑一个切吗？大家都是这么买的啊！我当场愣住，原来这西瓜只有我不能按半个来买。既然半个西瓜不卖，我们公司的团购订单也别接了。说实话，我还有点不相信老板会坑我，毕竟水果店刚开业时，我就是第一批客户。前一阵子店里推销会员，我二话不说就充值了2000块，而且老板还是我老乡，甚至算个远房亲戚。就算抛开老乡的身份，看在我一次买300块水果的份上，也不该连半个西瓜都不给我切吧。于是我马上回头进店，想问个清楚。见我回来，老板连忙热情的招呼：父亲，怎么回来了？还要再买点什么吗？李哥，我刚才看到有人拎着半个西瓜出去，你不是说半个西瓜不好卖吗？老板李大鹏瞬间没了兴趣。哦，你说刚才那个人啊，他是提前预定的，早就给他切好留着了。我们做生意的肯定要讲信誉的，对吧？我闻言心彻底沉了下去。如果不是之前特意问过一嘴，我肯定就信了这个鬼话。此时此刻，我只觉得自己像个小丑。老板，我会员卡里还有1000块，我记得当时说随时可以退，现在麻烦给我退下吧。一听我要退卡，李大鹏急了：好好的怎么要退卡了？你不会是因为不给你切半个西瓜就生气了吧？我顿时气笑了。刚才我已经问了那个顾客，他说他就是挑了个瓜线切，根本不是你早就留好的。怎么到我这就不能按半个西瓜来买了？看我是老顾客，好说话，能坑一点是一点。老板还试图狡辩：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什么叫坑啊？碰上我心情好，愿意给别人切半个西瓜，怎么了？何况半个西瓜才多少钱？你每次来我们店里试吃的水果，加起来还不比这半个西瓜贵。这话听得我血压飙升。合着我一个老顾客买水果还要看你心情？还有什么叫试吃的水果加起来比西瓜贵？每次试吃的水果不都是店里搞新品推销？难道我试吃后一次都没买过吗？我这一串话说的他有点破防。好，既然你不想买，以后就别来了。我们还真不缺你一个客户，但是要退卡。没门！前面借着会员卡享受了折扣，现在占了便宜想退卡。由于他的大喊大叫，外面很快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。他见状喊住其中一个：老赵，你来评评理，这小子想买半个西瓜，大晚上的我怕剩下半个卖不出，没答应，结果他就跑来闹事，说我没按半个西瓜卖，是在坑他，简直搞笑。老赵明显是他的熟人，马上在一边附和：小兄弟，这就不好了吧？人家不愿意切，你总不能强买强卖吧？此话一出，其他人马上也开始帮腔：是啊，你年纪轻轻，怎么心眼就这么小啊？别闹了，影响人家生意也不好。然而我也不是好惹的，直接拿起旁边的小喇叭火力全开。谁闹事了？我在这家店也算老客户了，买一个西瓜吃不完，想买半个有问题吗？难道你们没这么买过？老板说半个不卖，我买了一整个，结果转头就看到有人买了半个西瓜出来，这谁能忍啊？要不要我把我的消费记录拿出来大家比比？周围人顿时不敢说话了，眼看我已经占据了上风，老板娘赶紧跑了出来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听一旁人说明情况后，他立马拉着大鹏朝我鞠了一躬：父亲，我们向你道歉。你也知道，你李哥脾气冲，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这半个西瓜的事他没处理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看，我给你退了，可以吗？老板娘一个劲跟我道歉，可我却更生气了。店就这么大，我们的争吵老板娘怎么可能听不到呢？合着是听到我控制住局势，来一个以退为进啊？西瓜钱就不用退，毕竟这是我自己要买的，但是我充的会员钱要退我要回自己充的钱，总没有问题吧？你们当时不也说不满意随时退吗？听到我还是要退会员，老板娘脸色一变：赔你钱还不满意吗？你难道非得逼死我们吗？我们开店多辛苦，早上4点就要起来，晚上这个点还没收工。你要是实在不满意，我就给你磕头总好了吧？说完，他就直接趴在了我面前。我没想到，居然还有这么脸皮厚的人，但这招确实有效。旁边看戏的人纷纷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仿佛我是什么恶人。老板也气得一拍桌子：父亲，好说歹说你不听，现在还逼我老婆给你磕头，你还是个人吗？眼见着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过来，我明白再争下去对我没有好处，但我走之前还是放下狠话：在撒泼打滚的领域，我确实比不过你们，你爱趴就继续趴着吧。说完，我没等对方回过神，就一溜烟跑。回到家后，我当即把老板发在朋友圈的活动截图找到，圈出了会员卡余额可随时退几个大字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拨打了市民热线。你好，我举报一家水果店欺诈消费者。由于我这边证据确凿，工作人员告诉我3个工作日内会完成调查。但这还没完，我又写了篇个标题为警惕杀熟水果店的文章，放在朋友圈给店家曝光。不少朋友在下面留言：这家店好像确实有问题，刚开始去买的时候水果品质还行，这一阵子水果品质却越来越差，我还以为是运气不好，看来是杀熟了。恶心！之前我也想现切半个，老板死活不肯，要我买早上切剩下的。这下李大鹏彻底坐不住了，直接打电话给我：父亲，是不是你举报我们家的，还在朋友圈造谣？我告诉你，立马撤销举报，删朋友圈，不然要你好看。我却悠闲地吃着薯片，慢慢打字回复：我已经把你们当时充会员的活动截图交上去了，我劝你早点退钱，免得被罚款。还有，我造什么谣了？如果觉得我造谣，随时可以告我。对方沉默了足足半个小时，才发来消息：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不缺你们这些是金客户，钱我就退你，希望这钱你拿着晚上能睡得着。说完，对方就把1000块转了过来。此后的1个礼拜，
我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轨迹。可就在我快把这个事忘记时，老板一家又出来作妖了。这天我刚上班，就看到了物业群邻居艾特我801的业主，你家不扔垃圾的吗？门口的垃圾臭味都已经飘到我家了，快点来处理掉。我看得一头雾水，我什么时候在门口放垃圾了？但等我回到家后，果然在门口看到了一个外卖塑料袋，这塑料袋里装着坏了的西瓜，散发着难闻的恶臭，一看就知道是李大鹏搞的鬼。果然，他很快给我发来了消息：父亲，我们为老客户送了一份精品水果，你那边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我也打算给你们个回礼。说完，我拨通下属小刘的电话。小刘，你查下我们公司和大鹏水果店的采购合同还有多久到期？违约金多少啊？副经理，还有半年到期，违约金是5000元。那马上终止合同，换新的供应商，把流程批上来，我来点审核确认。没错，其实水果店最大的对公客户就是我们公司。小刘听到指令，二话不说就去操办了。比较凑巧的是，最近刚好公司要采购一批节庆水果，水果店早就提前打电话问小刘要什么样式的水果礼盒，他们好备货。这下子可好，备好的水果卖不出去，水果店老板也没心思恶心我了，火急火燎的给小刘打电话。刘总啊，怎么好端端的取消合作了？我们可是准备了100多盒水果礼盒，您这取消了，我们上哪卖去？但小刘却告诉他们没得商量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老板没办法，只好先把水果礼盒拆开了卖。但这批货单价高，水果摊上的这些礼盒水果基本无人问津。我看着在一旁唉声叹气的老板，忍不住冷笑，现在就受不了吗？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公司要换新的水果供应商的消息很快传了出来，我没想到是公司群里的员工对此一致叫好。太好了，这个供应商现在的蓝莓酸的要死，早没有以前好了。没错，礼盒中还有很多烂果，确实该换了。看来面对我们公司这么大的客户，水果店依旧敢偷奸耍滑。于是我马上在群里发消息，大家可以把喜欢的水果店发到群里，我们公司选的时候也会参考这个。一瞬间，群里跳出了好几条消息，我让小刘注意选店，而我去一旁忙其他的了。但没干多久，我就听到前台内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。等我走出去看时，发现水果店老板正拉着小刘。刘总，你和我说，是不是因为有人告状了，所以你们公司取消了合作？看在我们合作这么久的份上，帮我引荐下你们领导吧，我去跟他谈，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。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信封要往小刘身上塞，小刘怎么敢收？一遍又一遍的解释。李哥，你不用找了，这已经是定下来的事，不要打扰我们领导了。老板见状急坏了，正好看见了我，直接破口大骂：臭小子，你还敢出现在我们面前啊？你说是不是你向你们领导告的状？现在给我们道歉澄清还来得及，不然我要你好看。老板娘也来劲了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人，就为了半个西瓜就到处造谣，害得我们店开不下去了。我必须让公司开除你，就不信这个世界就没有天理了。说罢，他们又开始坐在地上撒泼打滚。小刘顿时一脸尴尬。副经理你好，他们非闹着要找你，我实在拦不住。此话一出，老板夫妇都傻眼了。确定小刘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后，老板娘麻溜的从地上爬起来，换上一副笑脸。小夫，原来你是小刘的领导啊，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都是误会啊。你看我们之间也没多大矛盾，之前会员卡里的钱也退了，看在都是老乡的份上，再帮我们一把呗。老板也在一旁点头附和。是啊是啊，也就半个西瓜的事，没什么大不了，你就好人做到底。公司的团购水果继续找我们店买，总不能因为这么点小事动用公司的权力来整我们吧？说到最后，他的话里隐隐带着一丝威胁，我却冷笑一声：李哥，我们的事先不谈，你这看人下菜的功夫我看挺行，连公司都被你杀熟了。我们公司的员工都说你们的水果品质越来越差，换供应商是众望所归，你不用再来了。看我油盐不进，老板娘的脸一下子垮了。老李，别和他说了，我就不信少了这单生意，我们的店就不行了。说完，他一把拉过老板，气冲冲的走了。新的水果店很快就选了出来，我带着小刘去店里考察。店长是个年轻小伙，自称小张，他知道我们要来，特地给我们备了2大箱水果。领导，非常感谢你们选择我们的店，这些水果就当是让大家先尝尝鲜，检验下水果品质。我保证，我们的水果品质绝对过关，价格也绝对优惠。品质关把好就行，不能因为价格损害品质。我们公司也不缺这点预算。但对方却坚持。领导你放心，这么大量的团购，价格至少能打8折，品质不会受影响。我记得给李大鹏家的水果店供货时，价格似乎也没有给什么优惠，真是人比人，气死人啊！那行了，如果我们员工吃了反馈不错，我们的集采单位就一定是你们。回到公司后，我让小刘2大箱水果给员工们分了，水果种类还蛮多，品质也不错，大家一致好评。这家水果店很用心，之前那个有时候自己点份水果，手套都不给，味道也不错，支持这家作为我们的新供应商。看到群里赞扬的消息一条接一条，我知道不出意外，新供应商就是这一家了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李大鹏一家又像狗皮膏药一样贴上来了，这回他们竟然怂恿我爸来劝我。这天下班，我爸突然给我发了条消息：父亲，大鹏说你那边因为一个小误会要取消他们的订单，他也算是我们远房亲戚，这么做不太好吧？紧接着
李大鹏也发来一条消息：父亲，你爸说我们也算是远房亲戚，得互帮互助，水果采购单位还是要优先考虑我们。我一看就知道，李大鹏肯定又去找我爸添油加醋的说什么了。我爸耳根子软，又重亲情，一听就可能答应了。可惜李大鹏不知道，我爸虽然耳根子软，但脑子不糊涂，我的意见他还是很听的。我马上先给我爸回拨电话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和他讲了下。我爸听完后叹了口气：父亲，这个事情你来处理吧，我老了也看不清人心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又给李大鹏发了消息：是吗？但是我问我爸后，他不是这么说的，要不你再问下。对方没有回应，显然是在找我爸求证。可惜我爸轻而易举的叛变了。与此同时，新水果店经过群里投票选举，也定了下来，就是之前我们考察的那家。店主小张对此很高兴，又送了我们不少水果。这时我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福利方案，把原来的费用预算拆成2半，一半人购买水果礼盒，另一半用来买水果卡，让员工自主选择。因为没有增加费用预算，我的方案也马上通过了审批。这样一来，除了员工受益，小张的水果店也受益了，显著的提升了店里的日客流量。生意就是这样，店里进进出出的人越多，越能吸引新的人流。加上小张的水果店服务态度好，水果性价比也更高，马上形成了一波回头客。这可把李大鹏看的红眼病都犯了。不过他也没坐以待毙，马上推出了5折购水果的活动。虽然他们家的水果明显偏贵，但打了5折后就很香了，马上就排起了长队。但令人奇怪的是，明显是亏本买卖的活动，老板竟然连做了5天还没结束，而他们家排队的人数也一天比一天多。这天，我看到小刘拎着一袋水果上班，袋子上印着大鹏水果店，我忍不住好奇地问：小刘，他们家5折水果活动怎么样啊？小刘却摇了摇头：虽然便宜，但是我下次再也不去了。他家水果5折优惠是不假，但优惠有水果种类限制不说，每天的优惠数量也很少，好多客户排到的时候只剩下了一些卖不出去的烂果，只能原价买了其他的水果。最可恨的是他们网上活动宣传都没说这事，到了现场才知道。我大概听明白了，5折优惠只是噱头，本质上还是为了引流，难怪可以活动做那么久。这倒也给了我一个对付他们的思路。我翻出李大鹏在本地网发的活动宣传照，然后联系一个搞传媒的朋友，让他给我买一些流量，支持大鹏水果店。这是活动宣传的常规操作，对方爽快答应了。第二天，李大鹏发在本地论坛的宣传帖子热度就起来。之前没注意这边有家水果店5折挺优惠的，可以去看看。我也想去，家附近的水果店太贵了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名额限制。我看没写，应该没有吧，可以去看看。为了验证成效，我特意第2天提早下班去店里看戏。刚到门口，我就看到了一堆人在排队。李大鹏正乐呵呵的一边说让大家不要急，一边维持秩序，但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。今天的人流明显比前几天要大，队伍都有30米长了，还在有人过来。可他准备的打折水果没有那么多，但事已至此，他竟也没让后面排队的人先走。很快，打折水果就卖完了，其他没轮到的人只能按照正常价格买水果。这下顾客们不乐意了，我们排了那么久，凭什么不卖了？我们这个活动有名额限制，你们看这个墙上海报上有写着。结果话音刚落，一个彪形大汉就冲了出来：放屁！你网上宣传可没写名额限制。他还拿出手机给老板看，直接把李大鹏看傻眼了。网上做宣传时，李大鹏耍了小心眼，故意不写活动限制，就是想要多吸引一些线上客流。本来他的账号粉丝也不多，能吸引到的人流也有限，他店里也兜得住，但他根本想不到有人会给他的账号买流量。现在骑虎难下，李大鹏只好不停陪笑。不好意思，网上的写错了，大家明天再来好不好？我保证明天大家一定能抢到。那彪形大汉第一个不同意。你说明天就明天啊？大家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怎么办？今天不给个说法，我们就不走了。一群人干脆就挤在门口，说啥也不肯走。最后闹了半天，李大鹏只能忍痛给了所有人5折优惠才结束。第2天，网上的宣传帖子就有人留言：大家别去了，这家店虚假宣传，线上没写用名额限制，排了半天才告诉有限制，要不是大家齐心协力争取，今天就白去了，注意以后要避雷。这样的留言越来越多，帖子下很快全是差评了。李大鹏不得不提早结束活动，但因为差评，客流甚至比刚开业那几天还要差。看着李大鹏的水果店应该再翻不起风浪，我也放心的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工作上。然而几天后，小刘突然跑过来告诉我：副经理，出事了，我们新换的水果店好多人都买到了坏果，你看看群里，现在大家意见都很大。我打开手机一看，果然群里不少人反馈小张水果店最近的水果品质越来越差，经常能买到坏果。于是下班后，我约了一个买到坏果的员工一起去水果店问个清楚。但我到的时候，水果店已经里里外外围了不少人，人群中几个大妈痛骂小张鱼目混珠，好果里掺几个坏果，要求小张当众赔偿损失。看到有这么多人在，我反而不急了。总觉得有点猫腻。此时小张正在拼命解释：大家别急，这一定是误会，我绝不会干好果里掺烂果的缺德事，请大家相信我。人群中立马有熟悉的声音反击：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手里的烂水果都是我们自己故意放上去的吗？我定睛一看，居然是李大鹏在起哄，但他说的话
也确实代表了大家的心声，围观人群纷纷附和。小张已经急坏了，大家也在我们家买过不少水果了，应该都知道我的人品，是我的责任，我一定承担，请大家相信我，我可以查监控，如果真的是我这边的问题，我愿意5倍赔偿。听在他这么说，不少人都愿意等等看。可一打开电脑监控，前几天的监控记录竟然全没了，再往前翻，近1个月的监控记录都没了。这监控刚好坏了。不过其他人看到这一幕，场面彻底控制不住了。李大鹏带头大喊：“这下没话说了吧？大家快进店里，不要让老板跑了！”一群人听了纷纷上前把小张围住，一些人甚至开始小偷小摸，把水果塞在兜里。和我一起来的员工小陈也急了：“副经理，我们也快去退钱，不然到时候轮到我们了，就没钱退了。”别急，没那么简单。果然，小张又举手大喊：“大家别急，我还有个监控，肯定没坏，我还有个监控，肯定没坏。”听到这话，人群的骚动又停了下。李大鹏则是肉眼可见的变白了，赶紧继续供呼：“大家别信他，这是缓兵之计，我们先让他退钱。”可惜他话音刚落，帽子叔叔就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全部散开！小张如获大赦，连忙和帽子叔叔讲了事情的起因经过，并且把手机上的监控放了出来。视频清晰显示，小张每天都会规律地对摊位水果进行1次检查，把坏果挑出来扔掉。可这样子怎么还会有坏果呢？原来在前一天晚上，小张吃晚饭时，有个人趁着没人，从背包里掏出几个水果丢了进去，而这个人正是竞争对手李大鹏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还有个摄像头？大家也都明白过来自己被当枪使了，差点把李大鹏揍了一顿。最终，这场闹剧以李大鹏被抓走拘留收尾。小张也当场表示，虽然不是他的问题，但他还是愿意为大家免费更换坏果，这大大博得了现场顾客的好感。回去后，小陈一路好奇地问我：“副经理，你怎么知道有反转？”我笑了笑，把自己的经历和他讲了讲。所以我早就提醒小张，开店的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让他再装一个隐蔽式摄像头。当第一个监控坏了后，我就知道肯定有人搞鬼。李大鹏被抓后，他们的水果店就跟着一起倒闭了，因为名声坏了，老板娘在这也待不下去，带着他儿子逃回了农村。而小张因祸得福，现在又开始搞起网络直播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，甚至买了一套房子。我也因为及时更换供应商，得到了不少员工的拥护，年底就成了部门副总。谁能想到这一切的起因只是半个西瓜呢？